随着霍雨浩来找九九公主，告诉她自己在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学习时曾产出过圣灵教的一个分部，其中龙皇斗罗龙逍遥，现在却成为了圣灵教的一员。这个消息让九九公主更加震惊，她意识到这个消息对星罗帝国的重要性，并承诺会立刻派人去求证。霍雨浩进一步阐述了日月帝国和圣灵教对他们的共同威胁，并强调了合作的必要性。九九公主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表示愿意购买更多重要消息。霍雨浩提醒，圣灵教参加大赛的行为，日月帝国可能不再隐忍。九九公主决定立刻处理此事，并可能前往史莱克学院。在霍雨浩准备离开时，他展示了一枚星光蓝宝石戒指，引起了九九公主的警惕。此时，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老妪突然出现，他的气势威压让霍雨浩和王多尔感到压力，但霍雨浩凭借自己的精神力成功抵抗。老妪对霍雨浩的实力感到惊讶，而霍雨浩背后的光之女神让他的气势更加强大。在紧张的气氛中，霍雨浩以平静的态度请求红裙老妪收回他的气势威压。老妪虽然不满，但在徐九九的阻止下没有立即出手。徐九九解释说，红裙老妪自幼守护他，可能是因为感受到了储物魂导器中的危险气息才有所行动。霍雨浩表示理解，但同时也强调了信任在合作中的重要性，并准备离开，以免引起误会。王冬儿推着霍雨浩的轮椅准备离开时，徐九九迅速追上，为自己的多疑道歉，并请求他们留下继续讨论合作事宜。他不想因为误会而失去与史莱克学院的合作机会。霍雨浩强调，任何合作都必须建立在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徐九九表示同意，并承诺在未来的合作中会做到这一点。霍雨浩和王冬儿随后返回，霍雨浩以幽默的方式缓解了紧张的气氛，并开始向徐九九展示他们带来的魂导器诸葛神弩炮。诸葛神弩炮是唐门出产的4级定装魂导器，虽然级别不高，但在战场上的威力却不容小觑。霍雨浩详细介绍了诸葛神弩炮的优点，包括其发射距离可以与6级定装魂导器相媲美，以及自带48发炮弹和简便的填充方式。王冬儿现场演示了如何填充炮弹，展示了诸葛神弩炮的便捷性。徐九九对诸葛神弩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意识到这件魂导器的潜在价值，尤其是在星罗帝国与日月帝国的魂导器技术差距下，这样的魂导器无疑能够提升星罗帝国的军事实力，在战场上将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武器。霍雨浩解释说，诸葛神弩炮适合安装在城墙或要塞上，甚至还有运动版可供军队使用。当徐九九询问价格时，霍雨浩回答说，尽管诸葛神弩炮的操作要求低，但其威力相当于6级魂导器，因此价格也不菲。徐九九试图压价，认为定装魂导器成本高昂，但霍雨浩坚持价格，并提出唐门的诚意在于给予优先供应权。徐九九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魂导器采购有限，且星罗帝国有足够的魂师来操作高级魂导器。霍雨浩则强调，诸葛神弩炮的发射效率至少相当于4门普通6级定装魂导炮，虽然材质只是4级魂导炮的水平，但在发射效率上具有明显优势。徐九九对霍雨浩自曝诸葛神弩炮的短处感到惊讶，霍雨浩则表示，唐门以诚信为先，不会隐瞒任何缺点。谈判中，徐九九试图进一步压价，但霍雨浩坚持价格，并表示唐门的产品物超所值，不讲价。徐九九表示需要更多时间考虑，霍雨浩则提醒他，如果错过今天，优先购买权可能无法保留。霍雨浩还提醒徐九九，诸葛神弩炮可以使用奶瓶操作，或者由魂导师注入魂力。为了技术保密，诸葛神弩炮内设有自毁装置，如果有人试图拆除，会引发爆炸。徐九九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使用奶瓶操作4级魂导器过于奢侈。在霍雨浩和王多儿离开时，徐九九突然意识到霍雨浩所说的不需要魂师操作的含义，震惊之下，他急忙追出，拦住了霍雨浩和王多儿，急切地询问霍雨浩所说的真正含义。霍雨浩平静地重复了之前的话，让徐九九的心跳加速。他意识到诸葛神弩炮可能具有改变战争规则的潜力。霍雨浩解释道，诸葛神弩炮在使用特制的奶瓶后，不需要魂师操作，但普通人由于力量不足，无法进行换弹匣等操作，需要经过训练的战士来操作。闻言，九九公主感到震惊，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非魂师的战士也能使用这种强大的魂导器。徐九九试图为大量订货争取优惠，但霍雨浩坚持价格公道，不二价。他给予徐九九公主的只有优先购买权，并要求在大赛开始前得到准确答复。徐九九公主请求保留优先购买权，并希望进行实验以确认霍雨浩的话。霍雨浩同意给予3天时间。为了显示诚意，霍雨浩决定将专门配备给诸葛神弩炮的奶瓶也赠送给徐九九公主。这个奶瓶的重量和材料都显示出其非凡之处。霍雨浩还透露了一个秘密消息，唐门掌握了奶瓶密封技术，使得奶瓶中储存的魂力不再流失。这一技术的应用使得诸葛神弩炮可以连续使用10个弹匣，发射480发定装魂导炮弹。这一概念让徐九九感到震撼。谈判结束后，徐九九公主坐在沙发上深思，意识到唐门的实力和诸葛神弩炮的重要性。她感到失落，
因为星罗帝国在魂导器方面的研究不仅落后于日月帝国，也落后于史莱克学院。身边的老妪曼伊安慰徐九九公主，并提醒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徐九九公主询问曼伊对圣灵教的看法，曼伊表示，如果情况属实，星罗帝国将面临巨大威胁，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最终，徐九九公主决定让曼伊老妪带着诸葛神弩炮返回星罗帝国进行试验，以验证霍雨浩的话。另一边，霍雨浩和王多儿回到房间后，霍雨浩显得有些疲惫。王多儿询问他为何与徐九九公主绕圈子，霍雨浩解释说，这是为了让他加深印象，尽快促成与星罗帝国的合作。他分析了日月帝国可能发动战争的情况，认为星罗帝国是最急切的合作方。对于天魂帝国和斗灵帝国，他决定暂时放缓，因为缺乏与这两个帝国高层的联系，且生产能力有限。王东儿觉得霍雨浩越来越像商人，霍雨浩则苦笑表示自己也不想这样，但圣灵教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王多儿决定去买晚饭，让他休息。霍雨浩在王多儿离开后，开始思考如何减缓日月帝国发动战争的时间，意识到唐门的发展和自己的恢复都需要时间。他决定要想办法延缓战争的爆发。晚饭后，霍雨浩和王多儿一起冥想。由于霍雨浩体内的极致之冰天地元力，他们无法进行浩东之力的修炼。霍雨浩决定独自修炼，利用玄天宫的生机，逐步吸收体内的极致之冰天地元力。他估算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完全吸收，但完成后修为将大幅提升。第二天，霍雨浩向贝贝汇报了与徐九九公主的谈判情况。贝贝表示对霍雨浩完全放心，将团队的指挥权交给他。霍雨浩和贝贝讨论了诸葛神弩炮的价格策略。霍雨浩觉得价格可以降低一些，但为了唐门的发展，高价是必要的。就在这时，张乐轩和王圈来到房间。张乐轩作为史莱克学院的领队，对唐门成员被分配到较差的地方表示不满。徐三石解释说，日月帝国可能故意忽视他们是上一届大赛的冠军队成员。张乐轩一进门便注意到了躺在床上的贝贝，以及陪伴在旁的霍雨浩和王多。他对霍雨浩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贝贝的意外状况让他脸色骤变，急忙上前询问。霍雨浩和徐三石对视，察觉到张乐轩对贝贝的关切似乎超出了寻常。贝贝安慰张乐轩，表示自己并无大碍。张乐轩稍作收敛，检查贝贝的伤势，而王秋儿则冷漠地站在霍雨浩身边。霍雨浩主动向王秋儿打招呼，感谢他多次救命之恩。尽管王秋儿冷淡回应，霍雨浩仍感到对他有所亏欠。张乐轩检查完毕后，觉得必须尽快通知学院。贝贝隐瞒了唐雅的事情，只提到了自己被偷袭受伤。张乐轩提出送贝贝回学院，但贝贝拒绝了，表示自己已将指挥权交给霍雨浩。张乐轩无奈地接受了贝贝的决定，带着王秋儿离开。房间内，徐三石、霍雨浩和王多儿的目光集中在贝贝身上。贝贝在他们的追问下，终于透露了与张乐轩之间的秘密。他严肃地要求大家保密，因为这事关张乐轩的名声。贝贝透露，张乐轩实际上是他的童养媳，这一消息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贝贝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揭示了张乐轩悲惨的过去和他们之间深厚的渊源。张乐轩在11、12岁时因家族被灭门而成为孤儿，被史莱克学院的玄祖收养。为了复仇，他发誓终身守护学院，并成为贝贝的童养媳。尽管玄祖后来后悔并允许他解除誓言，张乐轩坚持遵守。贝贝对张乐轩有如母如姐的亲情，但非爱情。他曾试图让张乐轩放弃誓言，但他坚持不违背诺言。贝贝感到歉疚，但无法让张乐轩放弃誓言。同时他心中只有小雅。在讨论即将到来的比赛时，霍雨浩建议在淘汰赛阶段隐藏实力，通过化妆改变样貌，以避免被认出。他们计划让对手难以识别他们的武魂，以便在比赛中保持优势。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确定了初期的比赛策略。王圈儿在明月酒店顶层的空中别墅中，对史莱克学院代表队所享受的奢华感到迷茫。张乐轩提醒他，这是上一届大赛争取来的荣耀，但王圈儿拒绝放松，坚持自己的紧张状态。张乐轩警告他，过度紧张可能对修炼有害。张乐轩暗示自己和王圈儿都爱上了不可能在一起的人，他鼓励王圈儿要坚强，即使得不到爱情，也要保持自尊。王圈儿深受触动，表示认同。第二天，霍雨浩发现赛制有所变化，特别是对飞行魂导器的不限制，这对日月帝国的魂导师极为有利。他认为这是日月帝国的偏袒。赛制还包括了计分方式的变化，使得比赛更加有序。星罗帝国的公主徐九九来访，她对新赛制感到愤怒，但更关心的是与霍雨浩讨论诸葛神弩炮和蜜蜂奶瓶的采购问题。霍雨浩表示无法提供折扣，并告知由于原材料紧缺，产品可能要涨价30%。徐九九对霍雨浩提出的涨价感到愤怒，认为他在玩弄他。霍雨浩解释说，由于日月帝国垄断了稀有金属并严禁出口，导致原材料稀缺，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徐九九不信，认为唐门和史莱克学院有关系，不会缺原料。霍雨浩坚持说，即使诸葛神弩炮外壳是高强度钢铁，核心构件也需要稀有金属。徐九九的态度让霍雨浩感到谈判无法继续。
建议他先回去冷静考虑。徐九九虽然愤怒，但内心明白自己在谈判中处于劣势，不愿意妥协。这时敲门声响起，王东儿开门发现是暮雪、维纳和莫非云。暮雪和维纳是霍雨浩和王东儿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的天魂帝国的人，莫非云是他们的带队者。维纳提出想和霍雨浩单独谈谈合作事宜，但暮雪和徐九九都反对，坚持要参与谈话。两位公主的态度都很坚决，气氛变得紧张。霍雨浩表示自己只是残疾人，但暮雪和徐九九都不让步。最终维纳带着歉意，而霍雨浩则试图缓和局势。实际上霍雨浩并没有故意安排这次相遇，他通过史莱克城的情报系统了解到维纳是天魂帝国的公主，而天魂帝国也面临着日月帝国的威胁。霍雨浩巧妙地处理了星罗帝国和天魂帝国代表之间的紧张局势，提出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他首先表明唐门不会因战争而涨价，强调唐门的目标是帮助三国对抗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增加他们的负担。霍雨浩提出两国可以用金魂币和唐门所需的金属来换取诸葛神弩炮和蜜蜂奶瓶，保证每月供应给两国各10门诸葛神弩炮，并随着产能的提高逐渐增加供应量。他同时给予两国优先权，并承诺在满足两国需求前不会向其他国家出售。暮雪提出想要购买魂导器的制作图纸，但霍雨浩坚决拒绝，表示这是唐门的机密。他解释说，按照目前的供应速度，1年内可以为两国提供足够的防御力量。徐九九和维纳最终接受了霍雨浩的提议，并同意签订契约，确保两国不会私下接触唐门破坏契约，并且在购买新式魂导器时必须通知对方。整个商讨过程复杂且耗时，但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签订了契约。随着全大陆青年魂师精英大赛的临近，日月帝国官方提出的赛制虽然遭到抵制，但最终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日月帝国认为未来的战斗将是制空权的比拼，因此不限制比赛高度。这一决策虽然显示了日月帝国的强势，但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大赛抽签仪式上，唐门没有抽到轮空签，而史莱克学院代表队则直接进入下一轮。唐门众人在王多尔的帮助下进行了简单的化妆，以便在比赛中保持低调。贝贝虽然受伤，但仍然对唐门的参赛队员们充满信心。唐门的队伍穿着特制的劲装，背后绣有唐门2个大字。尽管他们在前往比赛场地的路上遭到了一些民众的议论和嘲笑，但他们并未受到影响。霍雨浩更是通过精神力感知周围的情况，为比赛做准备。比赛场地设在名都郊外的广阔平原上，周围有大量的士兵维持秩序。比赛台高达10米，直径超过100米，由金属构建，周围有一圈光幕升起，预示着比赛的规则与以往不同。此外，还有超过100个巨大的魂导屏幕环绕比赛台，显示了日月帝国在魂导器技术方面的先进。在全大陆青年魂师精英大赛的选手休息区，唐门众人被领到了较为偏僻的板凳区，这种待遇让他们感到不快，尤其是潇潇和江楠楠更是流露出愤愤之色。霍雨浩则以平和的心态安慰大家，认为用实力说话才是最重要的。随着天色大亮，各参赛队伍陆续就座。霍雨浩注意到了一支神秘的战队，由蝎虎斗罗张鹏带领，成员均黑衣斗笠，其中一名女子的能力让霍雨浩感到熟悉却又怪异。他意识到圣灵教真的来参加比赛了，心中对即将面对的唐雅感到复杂。霍雨浩还看到了99公主带领的星罗国家学院代表队，以及暮雪、维纳所在的宗门代表队。他通过精神探测观察其他战队的修为，以做准备。江楠楠的惊呼声吸引了霍雨浩的注意，他看到一队身穿金色劲装的士兵及皇家魂导师团以高速前来，并围绕主席台展开。这个团队展现出了日月帝国的核心力量，让霍雨浩和菜头都感到震惊。随后霍雨浩注意到了日月帝国太子徐天然的到来，他公然乘坐只有帝皇才能乘坐的龙辇，显示了他的野心。推着徐天然轮椅的橘子现在成为了摄政王妃，这让霍雨浩心中涌起了复杂的情绪。他为橘子的选择感到难过，同时也担忧他的婚姻是否真的幸福。王冬儿注意到了霍雨浩的情绪变化，握住他的手给予安慰。霍雨浩意识到，无论橘子的选择如何，他都应该尊重。徐天然的到来标志着大赛即将开始，橘子以摄政王妃的身份主持开场，而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响起，让全场肃静。这个声音的主人，霍雨浩猜测是黑暗圣龙龙皇斗罗龙逍遥，他的实力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战栗。随着龙皇斗罗龙逍遥的威压和橘子的宣布，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正式拉开序幕。